大家好，这样的花盆是不是非常独特？之前扦插在盆栽里的鸡蛋花在找到解决办法之后呢，才决定移植到此啦。移植的过程呢，比七里香还容易也就直接略过了。之前一直未进行移植的原因呢，主要是空间考量不希望日后长得过于高大。眼前可见这底茎呢，经过修剪矮化后底茎虽然长得非常粗但是它的高度却被控制住了。然而有了参考对象与解决办法日后采用修剪降低高度后呢，却仍存在一个问题修剪完之后呢，除了是否可以顺利再长出新枝条外呢，会从何处长出新的枝条也是个课题从眼前这高大的鸡蛋花呢，可以看出在长出新枝条的位置呢，也就是原本分枝的位置显然这颗鸡蛋花的主人呢，修剪方式的目的呢又有所不同只进行修剪下方，把底茎养粗壮，储存养分上方则是让它继续开枝蔓叶而这也算是有空间生长的做法不过目前个人的规划呢，是朝前面的做法养出底茎呢，上方若是侧枝过多会持续修剪掉这部影片算是双主题另一个主题是要种植攀爬性的牵牛花进行育种的时候呢，因为日后要方便带土移植，提高存活率所以播种的时候呢，距离约有10公分现在虽然看不到杂草但是因为两件事呢，导致杂草生长的速度向来不慢一个是做了松土的动作翻动了土壤里的草籽另一个就是因为呢使用灌溉河水不过呢，幸好这算是在密闭空间里不然除草这件事呢，就只能认命了。20天后呢，果不其然杂草的生命力呢，总是不会让人失望但往好的方向想这土壤的活性算是相当不错另外，若是能把杂草再拿来利用呢，拔草时至少心态上就不会那么烦人了。移植前呢，最好还是做个浇水的动作，让土壤进行黏化了。因为发芽率有点高今天移植的时候呢，就有点随性方便的话呢，可以事前2-3天先进行除草根系会比较完整而且拍摄起来也会比较好看该反省一下。但是像这样没有事先浇水呢，土壤较为干燥的情形进行移植的时候呢，植株底根处的草呢，就先不要拔除了，可以减少土壤崩落了。因为这是攀爬性的牵牛花一旁的粗铁丝则是原本冬天用来搭设防虫网的用途了。现在这种天气呢，要派上用场的机会不大于是拿来给牵牛花攀爬呢，算是物尽其用了。还可以省去收藏的功夫购买种子的时候呢，是说可以攀爬到150公分这粗铁丝呢，扣除插入土里的部分还有180公分本来以为绰绰有余殊不知什么原因呢，有点落差了。另外呢，很多攀爬型作物种植时呢，有个惯用手法底茎处上捧后呢，才开始留侧茎这样底茎会比较容易长粗壮，储存养分另外一个好处呢，底茎处呢也会比较好整理或是施肥由于当初发芽率过高空间不够使用这一颗牵牛花就没有进行移植生长的位置呢，就在粗铁丝的中间看它生长的样态呢，应该会超过150公分的攀爬程度主要是因为它还会不断的长出侧茎单根粗铁丝攀爬的空间呢，显然不够
所以在后方呢又再补上一根粗铁丝啦。两根铁丝间距的宽度约为10公分哈。至于高低差呢，就看个人的需求了。但是后方这根铁丝呢，得略高于前方的铁丝哈，就跟拍照一样啊，高等站后面哈，才有办法全部入镜啊。反正铁丝弯曲时呢，可使用的弹性非常大了。这之后铁丝会被千年花的叶片与花布满哦。提供攀爬的铁丝呢，是不用再进行装饰的。当然也可看自己的美学或喜好哈。在这千年花继续生长开花时呢，感觉还可以当起鸡蛋花的完美背景啊。再回到鸡蛋花身上哈，这鸡蛋花持续吞掉了叶片了。这株的叶片呢，既然可以完整撑过冬天哈，通常进入冬天后呢，鸡蛋花就会自动启动呢自我保护的措施啊。只是这株的叶片呢，竟然不忍轻易脱落哈，但是叶片的颜色还是有受到影响啊。现在是又长出了新叶，也开起花来了啦。而牵牛花呢，也开始开花了哈。只是感觉很少会看到它的花的全貌啦，不知是否跟最近的日照较低有关啦，或是呢开花的时间是从早上或中午哈。每次来的时候呢，都已经进入开花的后半场时间了。这个问题呢，或许等梅雨过后哈，再找假日的时间来查看与拍摄了。现在拉回鸡蛋花的部分哈，移植到现在呢，进行换叶的时程也差不多了啦。下方这不是因为不健康造成的黄叶哈，而是在冬天留存到现在的黄叶啦。这么执着就不理会它了。但是如果想让鸡蛋花的花容完全展示出来哈，上方的绿叶呢，反而可以斟酌折掉一些挡到花容的叶片啊。当鸡蛋花的花呢完全生长后哈，在附近更可以闻到甜甜的花香味啊。影片的后段呢，就来观看一下哈，牵牛花遇到连续多日降雨的现况。同样的呢，每次来的时间哈，都已经变成这样了啦。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花苞与开花的数量哈是蛮让人期待的啦。虽然本来误以为哈这牵牛花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啦，直到天气转晴后呢，才发现它的花色是紫蓝色的啦。这样较深的颜色呢，比粉红色的躲在鸡蛋花后面哈，是不是感觉好很多？谢谢收看。